大家好，我是萨利森。我们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在3年后的今天，有2个加起来快200岁的老头走了出来，在他们的股东大会向全世界发出了警告。当我们经历过疫情、银行倒闭、战争等等的事情以后，当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最坏的情况都已经结束的时候，股神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就在我们的脸上啪啪的打了一巴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只能低下头，在台下默默的记笔记。原来从现在开始的未来最少10年，赚钱的逻辑都已经变了，代表着以前赚钱的人如果不变，就会变成穷鬼，而一般的普通人、懒人却很有可能不知不觉的崛起，因为 AI 将会给全人类无差别的发钱，他替你工作，你收钱就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2个老头跟我们聊了接近6个小时，真的很猛。我看这场股东大会的时候，仿佛就看到了未来的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以及无数个赚钱的方法和项目。如果当时你错过了，在睡觉、打游戏，那么今天有缘分让你我走在一起，那就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因为这2个老头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觉醒到话里面的话。那么第一件事，跟我的思维做连接，为我撑腰点赞。第二，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以后再也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一定要跟其他接近50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首先很重要，为什么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就只能投资你国家的资产呢？难道美国人只能买美股，非洲人也只能买非股吗？不一定嘛。巴菲特告诉大家，以前美国印钱，你闭着眼去买股票也能飙升的赚钱时代已经要结束了。什么意思呢？我在巴菲特股东大会的前2天发布了一部影片，说美元霸权的地位将会慢慢的减弱，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留意黄金赚钱的机会。当时很多人都在底下骂我说，不可能啊，全世界都无法撼动美元伟大的地位。而过了几天，巴菲特就说出了跟我类似的话。他说未来美国的经济将会放缓，通胀是需要解决的，但是不停的印钱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美元目前是储备货币，未来就不一定了。而查理芒格呢就更加极端，连续骂了3句愚蠢愚蠢愚蠢，说美国不应该挑起跟中国的冲突，而是应该跟中国展开大量的自由贸易跟合作，这样的话才能可以让美国的经济有喘息的机会。所以大家看见了吗？什么样的人会骂美国？是真心对美国操作失望的人。而什么样的人还在拥抱美国呢？是被卖了、被割韭菜了，还在替人家数钱的人啊。美元之所以可以霸权，是因为它跟石油绑定在一起，每个想要发展的国家都需要石油，而这些国家为了要跟沙特这种石油国交易的话，都一定要用美元。那现在沙特居然说买石油支持用人民币了，结果会怎么样呢？芒格很直接的说，中国跟美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都还是会保持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有人会觉得这是废话，但是巴菲特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你，未来的10年应该怎么投资。他直接的割爱，把比特币的持仓减低了 30%， 在4月份的时候更是直接卖出40亿美元的台积电股票，同时呢，他也一直的抛售美国的股票。你知道吗？在这3年的疫情经历了这么多的危机的时候，这2个老头去年投资的净利润还是翻了6倍，但是现在他们居然也卖出了手上132亿美元的美股，只买回来28亿美元的美股。也就是说，巴菲特他们很无奈的在同时割爱中国跟美国的资产。为什么比亚迪跟台积电这2家企业帮巴菲特赚这么多的钱，他们还要卖呢？比亚迪发明的电池，台积电的芯片都很好啊，基本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很简单的，不需要说什么很复杂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今天你跟隔壁的胖虎打架，你打赢了，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是一身的伤痕呢？就算你没有伤痕，你妈会不会来教训你呢？到头来杀敌1000也要自损800，对吧？所以国际贸易之间呢，巴菲特他们认为不应该是零和游戏，不存在你赢就是我输，我赢就是你输的局面，而是你赢我也赢，你输我也输的局面。而美国选择挑起冲突，那会不会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呢？巴菲特就用实际的行动，就是逃跑来说明他的看法。
所以你能够理解为什么查理芒格会连续骂3句愚蠢吗？我能够理解。当我们已经在赚钱了，我们是得到利益的人。现在好了，你美国没事搞个贸易战、货币战，让我们投资存在风险，让我们不得不把已经在帮我们赚钱的资产全部忍痛的卖掉。换作是你，生不生气？那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巴菲特他们大举买入了日本5大财权的股票，并且强调未来还会继续的加仓。换言之呢，巴菲特减持了美元和人民币，增持了失去了30年的日元。那巴菲特为什么要购买这5个日本的大财团呢？他对话是这样说的，是因为这5大财团控制了日本 95% 的大型生产啊、贸易啊、地产啊、能源、食品还有服装公司啊。然后日本的经济不好嘛，所以这几家公司的价值就被低估了，他就喜欢购买被低估的公司。按照他价值投资的风格，这样的操作很合理，对吧？那有些话其他人不敢讲，但为了让为我点赞撑腰的你们，我还是决定说出来。你们知道俄乌战争唯一账面上是赚钱的是什么国家吗？波兰啊，因为军备要运过去俄乌都需要经过波兰的，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生产和提供军备的，这个就让波兰瞬间的在国际上赚了很多的钱还有影响力。那你们知道这日本5大财团里面最重要的业务之一是什么吗？军用相关的业务啊。美国是怎么富起来的？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卖军火嘛。那我们打开 Google 地图，发现原来日本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以巴菲特他们骂美国的言论虽然圈粉了很多中美的投资人，实际上呢，他自己的布局你看透了吗？说实话，很多人去嘲讽日本的经济差，但你去过日本吗？你到日本的街道看一看，都是人头挤挤的。日元是贬值了，但是人家吃碗拉面也是很贵的啊，人家的平均薪水也不低的啊，你知道吗？就算美国升息，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升息，唯独日本是降息的。所以之前影片已经说了，美联储的资本家是怎么剪羊毛啊？他们通过升息让美元升值，让日本的资产贬值，然后用升值的美元去购买日本贬值的资产，能听懂吗？而巴菲特其实也就是在干这种事啊。美联储最近是不是要说减慢升息的力度呢？代表着美元已经到达了高位啊。那股神巴菲特就在这时刻把高位的美元兑换成低位的日元，然后购买贬值的资产。那么当美国停止升息，甚至是降息的时候，美元就会贬值，日元就会升值，日本的资产也会跟着升值啊。我之前有部影片教大家投资东京的房子，我的弟子回馈说呢，他们不但赚了升值，租金的回报率还超高的。但是有的酸民就在喷我说，日本的房价已经失落30年了。对啊，日本的房价是涨不起来，但我说的是东京的房价，东京就是在涨嘛，就是在赚钱嘛。所以夏虫不能语冰。那为什么日本的优质资产是可以买的啊？最狠的你知道是什么啊？我和巴菲特最看重的是日本长期处于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到日本存钱，不但利息是非常低的，甚至你还要倒贴给银行利息。所以你在日本借钱呢是非常便宜的，融资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你去看巴菲特的操作，他不但把美元换成是日元，同时呢也在日本发行大量的债券，说白了就是在日本公开的借钱，然后用这些从日本人借来的钱拿去购买日本优质的资产。也就是说，日本人把自己打工赚回来的薪水借给了巴菲特，然后巴菲特拿这些钱去买下他们的公司，让日本人继续帮他赚钱，都是这么玩的，懂了吗？每一次美国割韭菜，就是我们购买优质资产的机会。什么叫投资？就是让钱去生出更多的钱。如果你没有钱，那什么都不要想了，不要想着靠投资一夜暴富，因为真正的投资都是有门槛的。你买套房要不要钱？人家买股票叫收购，你买股票叫做投机，听懂了吗？那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什么？布局新媒体。很简单，你的产品是卖给别人的。那我们人现在是怎么活的啊？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干什么？睁开眼睛啊，然后呢打开手机，接下来呢就是蹲在厕所里面看手机，洗脸刷牙，吃早餐，甚至开车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都可能按捺不住寂寞，默默的看手机，对吧？
今天你发完个 IG， 睡觉都要醒来看一下有多少人给你点赞评论。所以手机操控了我们，各位还看不见机会吗？未来10年最值钱的资产就是你的粉丝。YouTube 上25亿人，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和服务，你就会有25亿。1万粉丝，每人给你1000，你就有1000万。你的影片就好像一块地皮一样，只要有人观看你的影片，你就会收到钱。而这些钱呢，是被动的收入。今天你去开一家门店，光租金就要几千美金，你还要囤货、付薪水，一大堆的杂费，你没有赚到钱呢，就投了半辈子的薪水进去，一个疫情呢，你就没了。但是这个居然很多人愿意辞职去做啊，所以别再骗自己了。那实体生意、股票、基金、比特币、外汇等等，都在经济最差的这段时间崩盘了。我和我的弟子却可以年赚7位数的美金，生意反而越赚越多。那具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把整套方法都记录在我新开的自媒体培训营里面，定价呢是300美金。但是留意了，今天你不需要300、200、100，甚至连1美金都不用，只要你订阅我，跟我结个缘，你就可以完全免费的走进我们培训营里面。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机会，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带着你，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所以巴菲特一个美国人，他都亲自带队，动用他大部分的财富来告诉你，他现在去投日本的优质资产了。那有的人就会去限制自己，说我是香港人，我台湾人。你跟他说投资呢，他就只能认为自己只能投本土的资产，这个就是差距。而接下来我想要说的，才会打破很多人的三观。很多人都知道，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一向都是稳健派，所以当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巴菲特却没有赚到这个时代该有的红利，他掌握的都是垄断性的公司。而马斯克这种呢，就是年少轻狂派，不断的给你画饼造梦，他手上掌握的都是高科技但又很虚的公司。这两派的人彼此都看不顺眼，相互之间呢都是不能够理解的。但是最近他们都发表了一个很严肃的言论，马斯克认为 AI 会摧毁人类的文明，而巴菲特他们更把 AI 比喻成原子弹。为什么这两大富豪都怕成这样呢？发明 ChatGPT 的 OpenAI 最近计划去做一个非常疯狂的项目，叫做 Worldcoin， 在全世界里面抽出10亿的人，每天给他们发钱。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成为 Worldcoin 的会员，然后登记你的虹膜，就是用你的眼睛去登记。那么未来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Worldcoin 呢就会自动的打钱到你的钱包里面。那有这种好事吗？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未来大部分的工作都会被 AI 或者是顶层的精英所取代，就是社会上大部分的问题 AI 都能够帮你去解决。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人失业，为了给这些人补偿呢，那就让 AI 来干活吧，把赚到的钱去养着那些没有什么用的人类。那这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如果你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话，那查理芒格就让你现在去中国的比亚迪工厂看一看，那边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了。你的人只能上班5天，每天8小时，但是你有6个小时都在放空，只有2个小时是认真的工作。而机器人呢是7天24小时超级认真的工作。你怎么比？比力量你比不过人家，比智慧人家现在能画图、能创作、能编码，甚至能够理解你人类在讲什么，你怎么比？但是你需要害怕失业吗？如果 AI 真的发展到可以完全取代大部分的工作，那其实是不需要害怕失业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人已经不需要工作了，不需要劳动了，因为我们将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去想一下，以前是奴隶时代，奴隶是为贵族而工作的，到后来是封建时代，农民为地主工作的，到现在是资本时代，员工替我们老板工作的。那么当进入了 AI 的时代，你替老板打工的思维就要被打破了，就是你再也不需要去为了钱去找工作，但同时呢，你也不是失业，而是你根本不需要工作。那什么样的人需要工作呢？就只是那些统治阶级，他们需要统治 AI， 同时也要统治人类。而巴菲特把 AI 比喻成原子弹，除了大家都能够理解 AI 的杀伤力很大之外，我认为更多的是他想要表达 AI 会像原子弹的历史一样，被那些先发明它、拥有它的超级大国垄断了这个技术，然后不让其他国家去研发。那么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
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经济还有科技等等的多个领域进行降维的打击。你这样去理解，拥有 AI 的国家就好像一个大学生，然后这大学生可以去小学里面跟其他的小学生一起去考试，玩的就是碾压。那么有什么国家有可能拥有这技术呢？目前来看，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地区还有印度都有自己独家研发的 AI 模型。那么在 AI 成熟之前呢，它发展的时候呢，肯定是慢慢的把一些职业淘汰，比如说翻译、会计、前台什么的。有一些酒店不知道大家住过没有，就是没有前台的，自己跟机器人帮你入住。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呢？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吹风机，然后那个机器人呢就会自动的把吹风机送到你的房间。你去餐厅吃饭，机器人给你送餐；你点了外卖、快递，现在发明的直升机机器人呢就会送到你的窗口。还有什么自动驾驶之类的。巴菲特说他认为 AI 会改变很多的东西，但无法改变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其实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因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每一天都可以被改变的。比如说有的人没有什么钱，平时省吃俭用的，但是他却会用他几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Chanel的包包。为什么？因为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明星代言就改变了这个人的潜意识，让他认为这成本几百美金但卖几万美金的包包是代表了贵气，那他就用劳动的价值来交换这个贵气。所以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也因为如此，股市的波动才会这么大。一个坏消息，股市就崩盘了。而你平时刷 IG、YouTube， 你想过这些平台推荐给你的影片和照片，其实都是在操控你吗？他会先根据你的喜好推荐你喜欢看的，一旦你依赖了他的推荐，那他就可以慢慢的操控你的喜好。而这些呢，已经是 AI 加上大数据的技术了。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要再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 AI 发展的热闹，你应该要思考 AI 跟你的行业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把 AI 变成是你的装备，怎么去用它，有什么局限，如何突破它的局限，对吧？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去免费的重温一下右上角我之前教 AI 赚钱的影片。那听完了巴菲特讲的两大趋势，有的人就会问他，未来如果真的要投资美股的话，有什么股票推荐呢？巴菲特给出了答案，就是苹果公司。我问你，今天如果有人给你1万块美金，让你以后不能够再用苹果手机，你能不能接受呢？苹果手机才不到1000块，现在给你1万，按道理说你是马上点头答应的。但是大部分的苹果用户，包括我自己，都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条件来测试汽车公司的用户，比如说是福特，那么大多数的人都会拿着这1万美金去换其他的车了，对吧？你给我1万美金的补贴，我可能就买得起 BBA 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客户的忠诚度，还是同价位的手机比较，苹果公司都是做的抛离对手的。我以前小时候读书是用 Android 手机的，用了几年就很卡了，我要一直换手机。后来我想一下，我换手机的这些钱都够我买一部 iPhone 了，所以我就索性买了一部 iPhone， 从此以后就不能够回头了。今天你告诉我什么品牌的手机拍照比苹果美，系统呢也比苹果快，功能比苹果多，更重要的是价格也比苹果便宜很多。但不好意思，我每一年都还是会去买最新的 iPhone。网上的那些什么评测说 iPhone 今年又没有什么特别，我看都不带看一眼的。你到老板的圈里面，你不用苹果，人家一开始就看不上你了，还以为你生意混得不太好，对吧？这个就是品牌的威力，品牌是卖的贵，然后客户还会排着队追着你跑，求着你把货卖给他，买不到还会去哭，能够听懂吗？为什么会有人去批判苹果手机呢？你思考一下这个逻辑每年 iPhone 都会更新换代的，我自己呢是会直接去买的，但 iPhone 却可能代表了很多人差不多半个月的薪水，这个价格呢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挣扎的，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些借口去合理化自己不买 iPhone， 合理化自己去买其他更便宜的手机。这个就是得不到的就要把它摧毁了，可是得不到的却永远在骚动。苹果这个品牌就是因为有人舍不得买和有人舍得去买而形成了它的价值。所以各位做生意要学的不是制造产品，不是卖劳动力卖服务，而是卖品牌，而玩的就是营销。以前每个人要看报纸接受资讯，
所以报纸的广告非常的赚钱。后来大家都在玩电脑，再到现在拿着 iPhone 就能够上网了，请问还有没有人看报纸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品牌植入到手机里面，不能够让用户一打开手机就看到我们的品牌，那我们就等于丢失了一个最大的传播阵地。今天你会发现，一个养宠物的人把他的狗狗的日常拍成是影片放到 YouTube， 然后吸引到喜欢狗的人，而这 YouTuber 呢就会带领着那堆粉丝去传播养狗的文化，那堆粉丝就会一传十，十传百的，就好像传教一样，让更多的人去追随他。那这 YouTuber 就很快的在没有拓客成本的情况下，打造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时候他可以去卖跟狗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甚至一些资本就会找到他，因为他拥有庞大的粉丝和流量，资本的大佬就会觉得，你比你的同行更会玩，所以就会投钱给他了。当他拿到这笔钱，就可以铺天盖地的去打广告，增加自己品牌的影响力。这个就是我带着弟子的玩法。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借用 YouTube 互联网的特性，我们是无地域的限制，7天24小时，连我们睡觉都在帮我们赚钱的。而我们只需要搭建好一个系统，甚至配合 AI， 我们花在这项目的时间都是越后期越少的，这才可以让我们不但获得了财富，还得到了最重要的自由啊！让大多数的人都不能够出门做生意，而我们的客户却自动的在互联网上找上我们。那么如果你不想要再靠卖体力时间去打工赚钱，把赚到的钱都奉献给老板，自己拿一丁点的薪水，每个月交房租就没有了一半，更不敢花钱，生怕自己出什么意外，家人没有人养的话，真的你一定要投资自己的脑袋。一个时代有趋势，你要抓住这个趋势，就需要跟对一个在这趋势之下得到了结果的老师。而我本人已经把我做生意、营销、网络品牌的大语术全都记录在我的创业商学院里面，手把手的永久带着你。在招式方面，我会给你一个系统模板，就算你不懂 SEO、网络营销、演算法、设计演讲等等自媒体所有需要的技能呢，你都只需要复制和套用我的系统到你自己的身上就 OK 了。哪怕你将来只是开一家 marketing 公司，你都可以套用这个系统来赚钱。而最重要的是，我会让你完全把穷人的思维方式全部推翻，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在道德层面上让你拥有生意、做老板的内功。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商学院，你会发现我的弟子很多都已经在百万富翁以上，甚至是潜在的百万富翁。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商圈群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赚钱的第一手资讯、资源还有人脉，大家互相潜移默化去影响彼此的潜意识。如果你不是住在豪宅，那么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你身边都是富豪的地方。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汇集，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你还可以获得我们价格上很大的前期优惠，但是这些优惠我们真的要取消了。之前是因为想让更多资金还没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加入我们大家庭，而现在因为内容将会有大幅度的更新，所以很多的大礼包和优惠将会取消。所以有心想要成为我弟子，学到我看家本领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加入吧，错过了给我发邮件我也不会理的，好吗？好了，对于巴菲特来说，苹果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会不断自己回购自己的股票，让公司的价值不断的上升，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就是持仓，然后市值就会上升了。他甚至说他投资犯过一些错误，就是2年前卖掉了苹果一些股票，表示自己非常的愚蠢。的确，苹果公司的基本面是非常棒的，但是巴菲特讲这句话的时候，苹果公司的股价已经反弹了不少了。他的言论有想要出货让韭菜接盘的嫌疑啊！如果各位想要现在买的话，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买点。什么叫做合适呢？就是低机会会跌，高机会会涨上去的买入时机，然后设置好止损。各位如果想要知道的话，我以后是可以单独出一部影片讲讲的。我自己一直有操作这只股票，不过要看大家的反应，如果留言数多的话，我马上抽时间拍，好吗？以上就是巴菲特股东大会其他人和新闻没有讲的重点还有赚钱机会。我真的建议你，就算看完这部影片，也要把他6个小时的直播重温一遍。人家2个老头都讲了6个小时，我认为更多的是情怀大于商业，你只是听而已，难道也做不到吗？
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